哎呀妈，就给红包这个事儿又让他整翻车了。咱也都知道，在东北呀，过年串门塞红包这个场面是相当生猛的，那撕巴的就呲一脸血，给大胖媳妇看的那个紧张啊，跟我说，咱妈看样也打不过人家，我得上去拉架，把你家七大姑八大姨全给抱走了。然后跟我说，那我有点抱不动了，下次串门给咱妈配个电棍吧，配个电棍吧。然后呢，为了避免撕巴，但是有些人情还必须得走，我妈就换了个方式。初二人家来个亲戚，我妈呢就没给红包，人都下楼都走了，我妈拿出一大袋子，里边都是那种糖做的小金币，我妈撒一兜子，然后底下放一沓钱，就是若隐若现，你知我知。放完钱呢，给对方打电话，哎呀，你说黄姥姥给孩子准备了一袋糖吃的，忘给了，你们在楼下别动啊，别走，我让我女婿给你送下去。我妈想的很周全，寻思对方跟一老外也撕巴不起来，也说不明白话，也没啥抹不开的，钱不就给出去了吗？结果晚上我在那躺着，大胖媳妇就过来了。哎，有个事儿我忘告诉你了，咱妈好像稍微有点糊涂了，可能最近过年就老撕巴时候打着脑袋了。今儿给人孩子糖的时候，兜里落沓钱，我下楼时候看着的，我给拿出来了。我说啊，你给拿出来了，也就是说对方打开装糖的袋儿，光有糖没有钱。他说啊，幸亏我发现了，要不然人你说打开一袋糖，吃发现，哎，一沓钱，人不得懵啊？我说人现在才懵呢，你要呈现的效果是这糖可以收，顶上没有钱，结果人打开一吃，底下也没有，翻了一遍真没有，然后我就尴尬了，我寻思这可咋整？你说这咋整？我还没等反应过来呢，我妈给人打电话了，就跟人对方说，那什么，玉霞，糖袋收着了哈，我告诉你，跟孩子说一下，这是姥姥一份心啊，必须收。对方也懵了，我收了，但是心搁哪呢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妈你撂了吧，但我妈还继续呢，咱自己家人就别客气，你也别嫌少。咱家小宝来的时候不一直说要买自行车吗？告诉他就用黄姥姥今天给的买个好自行车，然后将来孩子大了，让他也给黄姥姥买车，行不行？对方彻底懵了，行还是不行啊？然后我就跟大胖媳妇解释到底咋回事。他说那就解释明白呗，把话说开。我说这咋说明白呀？我妈问人家的是你糖收着没？大胖媳妇说收着了。我说对呀，我妈也没问人钱的事儿啊。大胖媳妇说那也是。我说那现在咋整吧？人咋回答？人家收着的是糖币，我妈让人家买车，咋整？大胖媳妇说那就糖币当车呗，糖币当车呗。大家好，我对不起你们，害你们跟我白高兴一场。是这么回事，就我发视频那天，是我老公被告知9号去领签证，然后我当天就买了他们从温哥华回厦门的机票，然后就开始逮谁跟谁说嘛。反正当时就是连蹦带跳，锣鼓喧天的整的，这咋整？这个性格憋不住。然后呢，该取签证的时候，人工作人员告诉他说，我们的政策有调整，你还要继续等待。完他就跑签证中心去了，说我该拿签证了呀，我是大胖媳妇啊，我又没有犯罪记录，我最多曾经在中国上厕所朝右，但这也不是什么大错误啊。他取签证的时候呢，正好是中国时间后半夜，那我完全睡不着觉，我在那点外卖都给人外卖小哥发红包，想给人介绍对象。我当时就给自己订去厦门的机票嘛，我寻思就知道他在哪个宾馆住，我就在宾馆附近溜达，就知道哪个屋住的是我姑娘，我就已经哎呀妈呀，太幸福了，就鼓浪屿之歌。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没领着签证。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拿着。我当时那感觉啊，就毫不夸张的说，就感觉有人拿铁锹在我后脑勺梆一下拍了一下子，说出来你们都不信，就太像这个狗血电视剧桥段。我当时鼻子一酸就冒鼻血了。反正总之吧，就感觉之前这1年多其实比这好听，就是不知道希望在哪儿了。这回是希望已经放在你面前了，就把我都吊起来了，完啪嚓摔稀碎。但这期间有一个事儿，我还是想跟你们聊聊我的感悟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听听。就我老公领签证没领着，回家跟我婆婆一说，我婆婆当时就给他儿子抱住了。我的上帝呀！我的儿子，你一定非常难过，你一定非常悲伤。你要相信我，完全能理解你的悲伤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？想哭你就哭出来吧。这该死的命运。然后我跟我妈说完呢，我妈的表现应该和你们的父母也比较像，就表现得很理智、很稳定，就跟我说你呀，肯定现在心里不好受，但是你还是要坚强。你虽然见不着你姑娘呢，但你知道这孩子是健康的。那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比你惨，那比如那非洲还有很多妈妈的孩子饿肚子的、没有水的、有病没钱治的，人家都活着呢。你说你有什么理由不坚强？我当时就想是有道理，我没有理由不坚强。后来我一想，是这个世界有肯尼亚饿肚子的孩子，有也门生病的妈妈，还有铁岭俺家楼下生下来就对眼的狗。但这都能说明什么呢？这只能说明这个世界很大，有很多悲惨的事发生。但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有人过得比你惨，人家都没死，你就没有资格悲伤软弱。就是整个东方的文化和西方就是不一样的，就咱们更讲究这个内敛含蓄。咱们从小受的教育，就你们的父母可能跟我刚才描述的也比较相像，就他们总是教育咱们，你做的再好，你也不要过分开心，总有人比你做得好；你受伤了，你也不要过分脆弱，总有人比你还惨。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，你开心了就是开心了，你难过了就难过了，软弱了就软弱了，脆弱了就是脆弱了。为什么非得找一个参照物才能让你的情绪合理化呢？你的情绪本来就都是合理的，你的悲伤、你的不忿、你的自豪、你的快乐、你的欣喜若狂都是合理的。就包括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考双百，我觉得我要是考双百，我得老开心了。但结果我考双百那回呢，俺班有6个考双百，
我回家就不能再开心了，因为我知道我班主任嘴欠，已经跟我爸妈说了，所以我就只能跟我妈说，妈妈，我不会自满的，我一定要朝谁谁谁努力，因为他连着3年都考了双百。后来我想，我考双百我已经做到足够了，我用啥不开心呢？他连着考3年双百能咋的？高考也不是积分制呢。所以我不是想借这个视频让你们跟我一起悲伤啊，就是我最难过那几天已经过去了，而且我相信这些事儿都能过去。我就想鼓励你们一定要正视自己的情绪，为什么非要喜怒不形于色呀？总有人过得比你惨还无比坚强，也总有人比你成功还无比努力，但那又能怎么样呢？你的人生和他们没有关系，想开心你就开心，想脆弱你就脆弱，不要自己绑架自己。哎，说实话，我真没想到见一个熊猫能把一个人一个家嗨成这样。前几天啊，我们去了一趟成都，刚到成都的时候，大胖姐不开心，因为这一年吧，她一直觉得自己在这个外国人的圈里，在吃辣这个领域上没服过谁，所以到了成都呢，就想彰显一下我是那种能吃辣的外国人。第一顿就找的火锅店，进去就说我要中辣，服务员说你说傻子，大胖媳妇就听个你是傻子，跟人说我是博士，我是博士。服务员说博士你吃傻子。大胖媳妇呢就非得点重辣，我说咱先点微辣，我知道你能耐，完不够咱再加。结果10分钟吧，人吃冒烟了，不是夸张啊，就是脸也白了，腿也突突了，就眼睛都不蓝了。垂死之际，一个人在那儿把所有火锅里辣椒全加出去了，告诉服务员，首先不能叫人傻子，第二这才叫微辣，这才叫微辣。然后呢，回到酒店坐厕所上一晚上没起来，又想起被人叫了一晚上傻子，有点不开心，说不过了，我要回家。我说那你自己回去吧，我们明天要去看大熊猫。大胖媳妇亮了，自己把第2天的行程全查了一遍，发现你当完那个大熊猫志愿者之后，人家还给你发一个志愿者证书，嫌自己已有的照片里仪容仪表不好看，还特地找了当地一个照相馆去照的证件照，自己收拾的体体面面，准备穿西装去，还说他要携夫人会见大熊猫。你也收拾。我说那被挟的夫人，我就用红光美容仪打个脸吧。他添加了4重矩阵光波，把胶原搞上去，嫩嫩的去看大熊猫。到了熊猫园，我毫不夸张啊，大胖媳妇跟他妈、他爸、他大姨、他大姨夫、他爸的弟媳妇和弟媳妇他姐，还有他一个印度的朋友，就熊猫园开启了实况转播，直播上了。我说哎呦我的妈，我都没见过你家人这么全呢。大胖媳妇说，就我小姨14年前去世了，但是我感觉她今天也在。结果这个直播呢，就是稍微有点掉链子，大伙儿都以为进去就直接能看见熊猫，甚至摸熊猫。结果人工作人员告诉他，你们进来先给熊猫铲屎，先当义工，再说见的事儿。这一铲呢，2个多小时，直播间里睡着仨。印度那个朋友说，如果就是让我看路面不干净的话，我只能说这个在我们这儿毫不稀奇。温迪在加拿大那边说，儿子，妈这边天都快亮了，要不你喊2声给大猫叫来。大胖媳妇说，我叫了，千呼万唤，但只有使出来。最后能过了3、4个小时吧，终于见到了大熊猫。五湖四海的人在群里被唤醒，被沸腾了。就在大胖媳妇无限接近大熊猫那一刻，因为地上有水，熊猫啪嚓家一抖，甩了大胖媳妇和赛奥达一脸黄水，亲密接触就结束了。我以为他俩会有些许失望，但人爷俩回家3天没洗脸。回家之后呢，后劲儿更大，首先把自己社交软件的头像给换了，最以前头像是和成龙，后来换成了拿铁，现在换成了熊猫。妈，你咋晒脸皮都干巴了？哎，你都出纹路了，也整一下子。记住啊，从下巴往上戴，那眼睛的不容易都压痕。贼省心，4重矩阵光波，安全维稳抗老，一代休息10分钟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咱俩一起慢慢抗老。然后那天的结束啊，有3位导游作证。从熊猫园出来以后呢，路边有个老太太放个大扁担，搁那卖那个熊猫园的纪念品。大胖姐就去问去了，是个熊猫钥匙链。老太太说10块钱仨。她大姨在直播间说，我们都买，多买，问他能不能便宜点。大胖姐说，看我的，我去谈。然后拿手机跟人老太太说，这些人啊都要你这个熊猫钥匙链，我至少买8个，你便宜点。老太太说，你要是多买的话，我最优惠的价呢就是3块5一个。大胖姐看着手机，价格给你们打下来了，我都呆了，手机里一片雀跃。太好了，3块5一个，3块5一个。